我们继续介绍趋头屏风马绝技飞刀，借炮10马8步连杀。咱们就快速进入战斗棋局。红方是左右均肯出动子力，黑方挺足，进车前来压制。走到这里，前面呢我们演绎了很多局，黑方最好的走法提前加固中防。如果红方平车吃卒抓马的话，那么在这里得不偿失。本局棋红方采取兵5进1，典型的中炮盘头马。黑方极为容易走错这步棋，如果说急于造进的话，快速上马的话，很容易被红方利用。因为可以重兵的话，现在吃卒吃马，当黑方吃掉的时候，进炮打串，只能跃马而上的话，他平炮一打的话，明显来一个将军，开局抢先控制中路，接下来顺势出车抓炮。顷刻之间呢，红方已经占了2步先手，很明显开局明显占优。好，我们返回来继续来看看今天棋局的走法。黑方此时选择一步炮8退1，目的是将来可以内线运子。此时呢，红方快速出车，接下来稍微就有所不同了。那么前面讲了，这里跳马的话很容易被利用，难道还要这样走吗？咱们稍作演绎，大家就会发现先前这步退炮实则用心良苦。红方进炮打马，黑方跳马吃掉，平炮中路将军。此时弧底抽心，中路打着你的炮，这里吃着你的车，红方的车炮都是没有跟的，那只能先下手为强，以免丢子。好了，这里就出现本局的绝技妙手。此时如果说回马吃车的话，红方可以进炮打掉，那么将来呢形成炮阵中路，再来内线出车的话，典型的铁门栓阵型，明显子力出动速度比较快，开局占优。但是在这里黑方偏偏是来一个先手进炮，来一个将军。此时红方上马，先得回一个子，现在如果说再吃的话，这个炮就容易丢了，又容易被红方得回去。绝技飞刀那显然就是不一样，弃车不吃你车，先拔掉中炮。现在很明显，如果说飞象一吃的话，咱们回马吃掉这个车，双炮一马，而且还有个车，很明显红方丢子。那么在这里红方肯定是不愿意丢这个车的话，他也只有退回来。到底退到哪里呢？现在是车2退4，还是退巡河车呢？还是退到下2线呢？相信退到下2线的话，这个走法呢大家都不会走。我们首先来看比较眼光招的话，就是选择退车抓炮，看起来很不错，实际上出现8步连杀。我们直接为大家分享出来，黑方跳马是马炮双将，红方只此一步挡住，这时候飞象打车，可谓是飞龙在天，非常的巧妙打着车。关键问题是不吃你这个车，直接平炮的话就是重炮杀棋。红方仅此一步，黑方回马一将军。那现在很明显的话，如果说再度摆过去的话，咱们连这个车都不要吃，直接一步平炮的话，相信大家就会发现，现在红方已经是无力回天了，直接杀棋。好，我们返回来。那当然在这里如果说帅5进1呢，这时候咱们借炮10马，使得一手好绝技重炮一将军的话，显然这里来不了，这是一个高调马，再度平炮过来一将军，马后炮只能来中路，借炮10马一将军。现在这里来不了，但是我可以跳马马炮双将必动帅，如此的话直接马后炮杀棋。
正好这个马呀被卡住，它是走不了，咱们上马吃帅。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啊，这步棋看起来非常不错，实际上车都不吃你的，而是直接形成一个连杀。回到局面，当务之急，红方最为安全的就是退车巡河，将来还可以形成巡河一带的防守。那么在这里，黑方依然是故技重施，红方只此一步，再度飞象，目的同样是中路重炮有杀棋，红方只好进帅。咱们先回一步马将军。那么在这里，如果说平帅的话，此时咱们就快速出车。现在很明显了，照头一将的话就是个杀棋。那么我们感觉可以平车过来挡的话，正好是在马口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选择尝试。当咱们平车过来将军的时候，他可以挡一步枪，你这里是没有办法杀透的，正好这个马守住了。但是咱们可以平炮一将军啊。那现在很明显，车的话过来是白送人头，只能退重炮，直接杀棋。好，我们再度返回来。当黑方回马将军的时候，红方还有第二个路子，他可以率武进一啊。平炮一将军，仅此一步。当你再度平炮的时候，他可以平车守住，这也是先前呢为什么退车到这里。那么走到这里，接下来黑方如何行棋呢？这里就是发散我们的思维，可谓是象棋奇思妙想，估计大家很难想到这一步棋采取冲卒。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，红方的帅是动不了，将来下一步棋黑方就是平炮，这里形成一将军，你只能过来平车，那这样的话就是白白把车给吃掉了，反而小卒将来还有一定的进攻。红方平车杀掉卒，这步棋不太容易想到，接下来下一步棋啊，可谓是鬼斧神工，估计打破我的脑袋，按在地上摩擦我都想不到。再度来一个弃车，可谓是迎头痛击。我们首先说明红方车是走不开的，因为这里进车就是杀棋。那现在没办法呀，你如果说退车回来形成的看守的话，杀棋。当然平车看住的话，这里还是有平炮过来，红方只好下手先吃掉。接下来黑方平炮一将军，好了，来中路借炮10马，咱们依然是可以上马，再度跳马一将军，只能过去平炮杀棋，可谓是同样的招法，始终借炮10马，形成连杀7局。好了，这一局大家觉得精不精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非常感谢朋友们。